什么不要命了？想帮忙，看我暗器！你也看暗器！低下去！不要！弟兄，我对不起你。那儿你看。快去助你师姐！上官奈儿，别打了，她真的是公主之子，你不能一错再错呀！你这畜生，好烦人！再多嘴，是宰了你！老贼，你过来试试，我苏明有金刚护体。小女子欲往京城，却迷路于此，望得郎君指点。要不，你不是说让我进来歇息一下吗？我说的是你我二人一起歇息。你可真坏！如此听来，这个书生和小娘子都不是人，可说呢。哎呀，可惜了这小娘子啊！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呀？你这故事也太吓人了吧！吓人归吓人，可大家伙都愿意听啊！你不信，问问各位。将军，这故事也太吓人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还是别听了吧。这位官人，不要怕，只要有这卷白泽图在手，无论是行旅还是助驾，皆可驱妖辟邪，高枕无忧。每卷只售90文10价。哎，我说你们夫妇俩，一个在这儿讲鬼故事，一个趁机卖图，这哪是什么山人，明明就是商人嘛！庙主乐善好施，凡行旅歇脚之人，皆可留宿，吃喝又不要钱，日子久了，如何供养得起？我也只能做些针线活儿。要不，你们买个布偶吧，只要100文。多少？100文？哎，不是，你瞅瞅你做的这些个布偶，个个样貌古怪，就好像陪葬的冥器一般，还100文，这哪有人肯买吗？你真是。是啊，布偶无人肯买，只能卖给鬼了。
可这白泽图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专门卖给人防鬼的。还是卖出去？如今的长安，1斗米才卖10几文，你却一卷书就卖90文，是不是太过贪心了？就是啊，都说无奸不商，你看，果然如此吧？这奸商，你懂什么？这白泽图可是西周底本呐，这上面所绘的鬼怪和所记载的降服他们的方法，都非常的精准。你是说这是西周底本？我能看看吗？90文。我只是看看，若真是西周底本，我会买的。别弄脏了。他还真信。那个书生与那娘子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接着讲啊！我就先不听了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听。那就请魏兄西厢房先行歇息吧。哎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西厢房一大间，4人同住，虽不算宽敞，但也住得下。还请丁兄及诸位委屈一下。嗨，那东厢房呢？东厢房被隔成了2间，一间留给李典君，另一间我和苏无名同住。庙主，我们还有一位向导，可否在这大殿内给他找一处歇脚的地方？好说。卢兄是领队，听卢兄的。将军，那我先休息了，你们接着喝啊。你再待人家正讲到精彩之间。我走了。哎，你一个人敢去睡吗？哎，走了。李典君再听会儿。我当然没兴趣听这些妖鬼之术。苏明，你呢？我不困，再看会儿。跟我说是西周底本，我尚未辨别真伪。主要是想听庙主把故事讲完。哎，对，快，接着讲，接着讲。好，上文说到，那投宿的女子刚要撕咬那书生，猛一抬头，发现烛光下的墙壁上并没有书生的身影，惊恐不已。值此春宵，走什么？你也没有影子，你不是人。我当然不是人，你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屋子里的2只恶妖竟躲到一处，快出来一同受死吧！那屋内2妖正在不知所措之时，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，那降魔师手持降魔杵破门而入。哎，等等，嘶吼，难道那降魔师也？你当这降魔师真的是降魔师啊？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哎呀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叫老虎、狮子？对呀，这个嘛，这什么叫？不是虎啸，也不是狮吼。中郎将可是也听到了嘶吼声啊！不错，只是难辨是什么野兽。哎，这不会就是白泽吧？魏兄还真的相信有白泽？
当然相信有了，不然天赐怎会命我等入山来寻啊？来，钟老家，听这声音应该离得不远。魏齐愿随同前往一探，若是寻得白泽，论功行赏时，钟郎将能否带上魏齐呀？魏参军，刚才下了那么大的雨，山路泥泞，还请魏参军先回去歇息，明日一早再寻白泽已不迟。不要慌，山中有野兽，不足为奇。若我俗讲中的书生与女子出现，那才不寻常呢。说的也对。哪位是庙主啊？我们夫妇二人欲借宿。等等，你们可是人？我们当然是人了，读书人。我免贵姓石，这是我家娘子。人家有名字啊。我家娘子啊，叫小娇。你们是如何到这山中的？那你们又是如何到的？不会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走错了路吧？我们呀要去长安，为了走些近路，误入山中，又逢大雨，是狼狈不堪呐。刚才还听到了野兽的嘶吼，哎呦，简直是吓坏了。幸好有这座大庙。哦，借宿啊，可认得这神像？哟，这不是白泽神吗？我家里也供了一座，自是能驱妖辟邪。夫君，快随我去拜一拜吧。好嘞，娘子。又来人了，倒是虔诚。你快点看，若是不买，也别耽误了我90文卖给这对夫妇。李典军怎么还没睡？是也听到野兽的嘶吼声？我要为火精报仇。卢参军和我同住东厢房，是想保护我，还是监视我，不让我出去杀了那淫贼霍幽？说霍幽将火精推下悬崖，毕竟没有人看到，更何况我们是奉旨进山，在回京复命之前，还请李典军暂且忍让。罗某乃雍州司法参军，事发地亦属雍州。待回京复命之后，我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若真是霍幽行凶，我绝不姑息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你们都是金无畏，一丘之貉。双方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最后那2个怪物合力将那降魔师扔在石板之上，用力在他后脊背，使其断裂而死。那2个鬼怪相视一笑，便携手而去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降魔师并非普通的降魔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完蛋了？就是，还以为有多厉害呢。
那为何要踩断他的脊背？对呀，这手段他确实怪异。这个嘛，莫非这2个妖物是传说中的耐重鬼？连耐重鬼你都知道？略知一二。据传啊，这耐重鬼若想重返人间，就得找到一个替代者，并且杀了他。被杀之人要是坐着死去的，3000年之后，他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继任者。而那2个妖物踩断了降魔师的脊背，那他肯定是躺着死的。只要是躺着死，便永远没有资格找寻他人替代自己，那就永世不得脱生。也只有如此，那耐重鬼就能永远的留在人间。被你说对了，那2个就是耐重鬼。你也算是博学了。哎呦，博学不敢当，读过几卷书而已。但我讲不出您那么有趣儿的故事。老人家在这终南山中修行多年了吧？不错。那你先前说，我们等在这里就能见到白泽，不会是戏言吧？当年皇帝从东海之滨带100头白泽回到都城，然后分遣四方。西周时爱巡游的穆王曾驱400则拉车游终南，其实是借漫游之名抵挡山中的妖魔。得胜之后，便将4头白泽留在山中，以求永世镇压关中的妖魔。你是说，这山中真的有白泽？所谓神兽，不过是远古存在而后灭绝的普通野兽而已，如凤凰、麒麟，又如白泽，偶有现身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庙主啊，你就不怕我们住这儿不走，到时候见不到白泽，你怎么交代啊？见不到白泽，任由你们砸了我的庙！哼！哎，脾气还不小。我乏了，回去睡觉。你们2个呢？走，我再喝一会儿。霍幽啊，那个坠崖女子，你摸她哪儿了？是脸蛋儿还是屁股？不是，将军，我公主府派来2个女子，本以为是什么高手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一个。这份头功给你记上。哦，多谢将军。淫贼休走！李典学，不关你的事，倘若插手，别怪我横刀不认人。我们同受天子调遣，有庐陵风采，绝不允许内讧。天子只派遣了你们，可管不了我。弟兄，你这是？这小女子火气大得很，有火不泄，岂不烈火自焚？霍幽，以武会友，领教一下公主府点军的武艺。这么怜香惜玉吗？
丁将军，说好以武会友，和陛下死守，让我为火晶报仇！你看到了吧？下死手的是他。李典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跟他说俊杰，他配吗？来呀！自唐隆以后，我这把横刀已经很久没有喝血了。够了！我是天子委派的领队，还请丁将军回房休息。好吧，走。你这个女子，不老老实实嫁人，却要做典军，大唐之前从未有过先例，以后也不会有女典军。不然，要我们这些武将做什么？都怪众郎将，不然我就宰了他了。有卢凌风护着他，杀他没那么容易。刚才我有意激怒他，等到下次他再动手，我们一拥而上，乱刀砍死，绝不能让他回到长安。没错，妨碍我们找寻瑞兽者，必须死。也包括众郎将。丁将军，天子是明君，必将带着大唐走向盛世。如今初登大宝，朝堂和民间却都议论纷纷。瑞兽现世是封住万千之口的妙策，马虎不得呀。可天子把这件事交给了雍州府，领队是卢凌风。那是天子要考验他。陛下固然爱才，但不忠者越有才越不能留。毕竟现在陛下急需的是负心之将，而非心腹之患。至于苏无名是公主的死党，他不总是以嫡公弟子自居且洋洋自得吗？那就看在嫡公的份上，让终南山做他的归宿。天子前番的赏赐是为唐隆功臣你我这样的金吾卫兄弟们所设，卢凌风也曾经在其中。那个时候，谁能想到他的娘竟是公主？他身世明了之际，便是站在了天子的对立面。我也甚是惋惜呀。哎，魏齐呢？他不会立功心切，自己一个人去找白泽了吧？哼，可笑，竟当这世上真的有传说中的瑞兽。白泽大仙，您在哪儿呢？知您是神兽，会做人语，我是来寻您的，并无恶意。刚才我在您的道场特意拜了神像，我很心诚，可否出来一见？他日我若依此封侯，定为您再塑金身。是您吗，白泽大仙？娘子，吃完我们早些休息。这位书生，你带这么娇俏的娘子走夜路，就不怕遇到妖怪？谁说不怕？小女子可怕得很呢。那就买一卷白泽图吧，驱妖辟邪最管用了，只要90文。90文，这么贵啊？你嫌贵啊？你就不怕妖邪上身？你要是心疼我，就给我买一卷。娘子，我……好吧，好吧。
稍等啊，快把书给我。我已经找到买家了。我还没看完呢。你这个穷酸，别把我书弄脏了。你还别说，这真像是西周底本，上面有很多情节我之前都没看过。什么叫真相啊？这就是，人家已经90文要买，快拿来。合着你就这一卷啊？就一卷。那我能再看会儿吗？除非你买下来。8788，买。90，哎，90文数好了，那白泽图呢？快拿来，与我娘子。小书生，对不住了，这个老书生先买下来了。娘子，他买了，你看这就不能怪我。哎，娘子，这我也没办法。就你磨磨蹭蹭的，你别生气，好不好？二人对坐，3人成席，在下可否与2位喝一点啊？哎呀，兄台，我正嫌着水寡淡，不知你壶中可是好酒？好酒，兄台，坐。绝对的好酒，保证你喝了1口还想喝10口。不知道这10口是几口啊？你说几口就是几口，总之你说了算。兄台，来。你就别喝了吧，一会儿喝倒了，谁搬得动你啊？为什么不叫我喝呀？这么好的酒，我偏要喝。来，兄台，我敬你。说好了，90文。来，兄台，好酒，好酒。来，谢谢兄台。哎，在这荒山野庙能喝上这么好的酒，遇到这么好的人，真是缘分。来，小女子给你满上。既如此，有劳娘子了。娘子，请。请。好酒，好酒。莫关门。也是，路上便有火精坠崖，如今这野庙莫测，来客怪奇。要不是我花90文买了这卷白泽图，我还真不敢安然入睡。睡了？不知刚才一场恶战后，再没出过门。一场恶战，跟谁呀？金无畏？那我在大殿里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。可那怪物的叫声，我听得甚是清楚啊。这屋里怎么没动静啊？李典军不会翻窗而出，又跟那个霍幽厮杀去了吧？我检查过那房间，并无窗户，出入只有此门。哦，难怪你如此安排住宿。心真细，有你这么保护，这李典军绝对安全。哎呀，不过陈和的钱袋子怕是不保喽。荷叶，叫你别喝，偏喝那么多。他半个月没洗澡，身上的味儿可真难闻。我们来继续喝。我进山前刚洗的澡，闻闻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谁让你的男人不胜酒力？万一他是装的呢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喜欢看你被别的男人调戏啊？那谁知道？你们男人的心啊，就好像是山里的雾，又有谁能看得穿呢？那是你看得不仔细。待会儿我让你好好看看。
哎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呢！你的叫声也不小啊，不怕把他吵醒了？妖精！哪儿？刚刚就在那儿，头上有角，还长着獠牙。我看你说的是白泽神像吧？这屋里要是有妖精，也是你这个敢在神像眼皮子底下勾引人的小妖精。莫不是，真是我花了眼？你不是眼花，是心花。哎呦，啊，失礼，失礼啊！等我啊！哎，比我还着急。我是怕你急着往我怀里扎，撕坏了我的衣裳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赶夜路，雨后路滑，也不怕碰着鬼啊！我们要去哪里，与你何干？你装醉的本事倒是了得，偏等到妻子被别的男人抱进屋里才行。你说什么？好你个贱人！你让别的男人抱了！我喝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郎君，有别的男人欺负我，你可得管啊！说，被哪个男人抱的？说！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搜他的身，看看有没有陈参军的钱袋子。将军，陈河呢？这只恶贼！说，陈参军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不用。说。他没睡在床上吗？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放哪了？你娘子我的蒙汗药，可从来没有失手过。他是个当官的，肯定有钱。走。哎呀，吵吵嚷嚷的，何事啊？这吵吵嚷嚷的，何事啊？我猜测呀，这陈河应是酒后妄为，栽到那俩小贼手里了，碍于脸面就先走了。有这种可能。哎呀，
丁将军早，霍参军早。哎，魏参军呢？用得着你多嘴多舌呀？怎么，魏齐不会也？丁兄，魏齐人呢？昨夜便不见了，想必是立功心切，连夜去找白泽了。哦，那丁兄，今日如何打算？你是领队，听你的。哎，昨日那白泽山人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就等在这儿，就能等到那白泽。庙主老眼昏花，满口胡言乱语，你也信？我当然是不信的啦。李典军早，睡得可好？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发寻找白泽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对呀，那个向导灵吉呢？怎么还没起？你是说，那个猎户？厨房边上的仓房，那间屋高耸，他说喜欢，就睡在那里了。哦。林杰，都什么时辰了还在睡？林杰。如何？是自缢身亡。哎，你会不会验尸啊？此行他为向导，若是找见白泽神兽，日后便是锦衣玉食，尽情享乐，还用得着上吊吗？苏博士乃狄公弟子，善仵作之术，验尸结果毋庸置疑。火优。陆凌风，帮我个忙。李典学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将灵吉的尸体扶到我背上，我要为其下葬。你们之间过往可有交集？没有，就不能为其下葬了吗？难道让他曝尸荒野？试想，若此番灵吉不做向导，怎会与此不测？等等，你说不测，李典觉，我刚才的验尸结果是自缢。我不聋。他虽是自己结束生命，但若不踏上这荒唐之旅，我想他绝不会死。陆凌风，帮我。
丁将军。这不是魏齐魏参军吗？用得着你说吗？自己兄弟能不认识吗？都住口！哎呀，怪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凶器，或者说，这压根儿就不是兵器所致啊！你为何这么说？难道魏齐不是被人所杀？不是，也许是那鬼。你给我闭嘴！火幽，陆凌风，难道你会相信那个女贼的鬼神之说吗？他说的是那鬼，在鬼字前面有个那字，那便是有具体所指。我问你，你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看见了，就在白泽庙里。现在想来，那不是妖精，就是鬼。那鬼穿着一身白衣，头上有角，还呲着2颗大獠牙，很像这泥像。哎，你这女贼，不能在神像面前无礼，退后！那个白衣之物体型如何？我是说高矮胖瘦。跟人差不多。跟人差不多。头上带角，长有獠牙。百姓驱鬼的白泽面具，你可见过？见过，很像，很像。看来这白泽庙里有人在装神弄鬼啊！如此说来，离奇失踪的陈和，恐怕已被人杀害。白泽山人啊，你这庙里可有我们不知道的去处，比如暗室、密道之类的？没有啊。能不能让我看看那尸体？哎呀，这是惹怒了白泽，被他老人家摇下了脑袋呀！是你吗，白泽大仙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的这番推断，可不如你的俗讲好听。何意呀？这白泽既为瑞兽，又怎会吃人？话虽如此，但冲撞神灵的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此地。你刚才不是也说，不像是被兵器所伤吗？那就是白泽的利齿咬的。无稽之谈！这世上本无白泽，切莫胡言。不信神？好啊，那你们就都等着被咬掉脑袋吧！哼！你们
各位上官，放了我家娘子吧，别让她绑在这里，被白泽咬死啊！我认罪，偷盗财物，我是主谋。我家娘子本就苦命，我求求你们，放她一条生路吧！闭嘴！苏鸿明，无作之术，您是高手，再好好看看吧。我觉得南山人说的有些道理，这脑袋真的像被巨兽用牙齿咬下来一样。霍幽，被吓破了胆啊！你们金吾卫还真是兵强马壮啊！放肆！我杀了你！弟兄，切莫自乱阵脚。丁将军，还是赶紧去安抚安抚那个霍幽吧。此庙甚是诡异，从此刻起，一切都要格外谨慎，切勿冲动。二位上官，我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娘子吧，是我逼着她做我帮手的。别听他的，上官，放我郎去，我才是主谋。哦，当年我被好色之徒玷污，后便立下志愿，今生以惩治色鬼为业，谁愿意帮我，我就嫁给谁，才有了许我郎君的比翼双飞。故他只是配合我而已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怀有身孕，还不求二位上官放你一条生路？哼，你们夫妻俩倒都挺讲义气，都在为对方着想，这比江湖上那些称兄道弟的强多了。你们是第一次进山？是，走错了路，顺手犯案。哎，我说，好人让我做呀。你要干什么？要杀就杀我！我娘子怀有身孕！你这恶人，我给你！虽事出有因，但你们毕竟是犯了案。这样，你们自行下山到雍州府交代罪行。自行下山？你就不怕我们跑了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此庙诡异莫测，绑在这儿你们会丢掉性命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过失。至于跑与不跑，你们自行决定。多谢上官，我们定去投案。不必谢我，刚才那位就是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，你们去投案时就报他的名号。小将，记住，要说明自己已有身孕，以便酌情判罚。好，起来吧。你二人如此恩爱，本性应不坏。出狱之后，要好好过日子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。说是诡异莫测，怕咱们丢了性命，他们如何不走？我们呀，是碰到了好官。好官
应该都是这样。这只是间普通的厨房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你摸什么呢？这灶火已熄，屋里怎么这么热呀？热吗？你不觉得吗？好像是比外面热些。哎，地上热。这嘶吼声很近，说明躲好了。哎，这地下应该有密室啊！我。你别吃我，我又瘦又小，我不够你塞牙缝的。再说我也不会武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得找到那个密室。丁家军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就会跟魏齐一样被白泽咬死的。皇上，这么大酒声您听不见吗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。也算是身经百战，没见你怕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将军，这些他们对付的都是人，这是野兽还是鬼魂都不知道啊！丁将军，咱们就走吧。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别给我们金吾卫丢人！站起来！丁将军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求你了，丁将军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真的不想脑袋被咬掉啊，将军！废物！丁将军，我有无能。火妖，火妖，你回来！哪里去？是你！
你二人可曾离开过房间？可见过戴面具的白衣怪人？怪人没见着，鬼倒是常见。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，命你二人院内接受问询。兄弟，弟兄，怎么回事啊？为其横死，陈河失踪，火忧大举，与黎庙出山。我虽斥责，但并未阻拦，耽搁了片刻。担心节操不测，于暗中护送他下山，便追了出去。可刚一出门就……难道真的是被白泽咬断了脑袋吗？绝不是，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，且不止一个。呀，死了？好啊，老天有眼。说什么？弟兄，此事更需冷静。此女子蛇蝎心肠，幸灾乐祸，白泽不饶了，杀了她，你我就回长安复命。李铁军又不是凶手，难道让公主府的人把消息带回长安，让天下人嘲笑我金无为吗？届时天子颜面何在啊？那也不能杀人灭口吧？金无为已损了3个兄弟，他公主府死个点军又损什么？这什么这？我跟你明说了吧，天子正在考验你的忠心。你我都出身右金无为，诛杀为庶人之业，也算是同生共死。兄弟一场，我不想看着你站在陛下的对立面，倒是万劫不复。帮我还是不帮我，你自己选吧。小心李点军！陆兄，你竟杀害公主之子！卢凌风，不是叫我们来接受问询吗？你现在还问得出来吗？
林奈儿，这是从你房里找到的。你身为公主府典君，为何在这儿装神弄鬼？为了要你们的命！哼，好狂妄！罗凌风虽受伤了，可丁恒是右金吾将军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就凭你，还有这个老贼，他还有个帮手，是个会射箭的。丁将军小心！是他！你这女贼，这牙诈死就是为了暗地里害人吗？是又怎样？奈尔教我的，兵不厌诈。别摸我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！也是死于你手。说的没错，是我与火精联手，我二人联手无人能敌。是奈儿太过谨慎，说你和丁恒武艺了得，要我装死他示弱，让你抱来抱去的，不过是为了让你们一个个的死。本以为放出白泽的消息，会引来龙椅上那个最该死，没想到连瞎了眼的陆童也不敢上山，让你们几个喽啰来送死！大胆逆贼！可是受公主指使，图谋在此行刺天子，如实招来。区区有金吾将军还想审我？你先拿命来吧！匹夫之言，凭你！陆烈风，亏你在金吾卫多年，官至中郎将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却协助逆贼，暗算我金吾卫兄弟。我没有。丁将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？如今要同仇敌忾啊！闭嘴！我和卢凌风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卢凌风，这刀插得不深不浅，是这小女子对你有情。你3番5次在我刀下救她，是你对她有意。这些我都记下，待本将军斩杀这几个逆贼后，一定要拉你回长安，到天子面前理论。一点儿。
身就是一伙的，为何要手下留情？你不会是看上那个男人了吧？哎，魏齐、霍攸2位参军，也是被你们这样杀害的？杀个金无畏的参军，比捕杀一头豹子容易多了。是你吗，白色大仙？哪里去？你。看这杀人兵器，你们跟向导灵吉是什么关系？别提那个废物男人。李典军，你见到灵吉自缢，曾流过泪，更为其下了葬，你们交情匪浅啊！是我对不起师兄。要不是我劝师姐助我报仇，他2人早已拜堂成亲，也许都生儿育女了。啊？你们仨是师兄妹？没错，我是李奈儿的师叔，也是我爹，那是我娘。当年我是在一棵火晶柿子树下生下的他，所以便取名火晶。我原本有些疯癫，生下他竟好了。火晶从小就喜欢布偶，我就给他缝一辈子。甭跟他们废话，受伤的那个武艺不差，莫让他找到机会逃走。这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，待会儿交给我，熏成肉干，为我的坐骑。弟兄，待我为你报仇。莫冲动。哎，你们没骗我吧？既是师兄妹，那你们是同伙啊？那灵吉为何自缢？他胆小如鼠，我要助师妹报仇，他却不敢；要做礼堂的顺民，我就与他一刀两断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利用了他，制造白泽现世的谣言。可我还是想不通，他不是一直在协助你吗？为什么要寻死啊？我曾答应师兄，劝师姐与他和好。我没说不能与他和好啊。走断情崖，只是我与奈儿计谋的一部分。筹划之际，我只是忘了他小心眼儿。等一等，你这向导没进过终南深处啊？我是此间猎户，怎么可能没进过？那如何不知？若走断情崖，可以省2个时辰山路。去。确定要走这里？必须走。熟悉南山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断情崖有个说法：翻情头一合的2人不能同走此崖。走了，便是恩断义绝。这个小心眼儿，他以为我……师姐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害了师兄。别废话，一个男人而已。此计虽没骗来姓李的皇帝，但连杀几员金吾卫将军，也算是为你报仇了。完成此件大事，你我不枉来这世上一回。
先别急着打。他已身受重伤，我又是一个不会武的待宰的书生，你们着什么急呀？林奈儿，我问你，你跟金无畏，或者说你跟当今天子，到底有何深仇大恨？我不姓李，我姓上官。上官奈儿，罗凌风，唐龙之夜杀死我姐姐的你也有份儿。姑，即便你是公主之子，也得死。不可能！上官家族显赫，但在高宗时就被天后下令满门抄斩了。只有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和其母被没入掖庭。你怎么可能是她妹妹呢？我和姐姐同命，一出生便遭遇家门不幸。我更悲苦的是，连哺乳中的母亲都被杀。她见我可怜，悄悄将我收留，寄养于南山道观。她常来看我，起初我是叫她娘的，但她不允，说自己身份特殊，怕被人发现，给我惹来杀身之祸，所以只让我叫她姐姐，还给我起了好听的名字，叫奈儿。她让我姓李，但我更愿意姓上官。我的姐姐已是我的母亲，她是我的天，她给了我一切。她是红梅宰相，一书天资，贤明神助，没有她，武曌安能指点江山？她文采绝世，诗书得精华，汉墨织锦绣，没有她，长安哪来那么多璀璨的诗句？她上无知亲，下无子嗣，身无爪牙，孤身一人，为礼堂鞠躬尽瘁。你们却污蔑他是为庶人一党，凭什么？委运于乾坤之间，亡身于仓促之际。上官昭容末世，着实令人痛惜，而且他绝非为庶人一党。据我所知，为了阻止为庶人和其女悖逆庶人乱政，他曾多次向中宗泣血急谏。他还请求去官，削发为尼，甚至饮下毒酒，以命相逼。平心而论，保全礼堂皇室之功，史书应有上官昭容一笔。死到临头，你苏无名也算是说了句公道话。哪有什么公道话，无外乎是怕死而已。不过你打错主意了，我可没有奈儿那么心软。是，我是怕死，可我更怕你们杀了卢凌风，有朝一日见到上官昭容，没法交代。你说什么？潇湘水断，晚尾山青。诸臣元哲，玉碎连城。俯瞻松甲，静听坟影。千年万岁，娇花颂声。这是镇国大长公主给上官昭容写的墓志铭，可见公主对昭容的深情厚谊。可如今，你们设下陷阱，谋害公主之子，对得起上官昭容的在天之灵吗？早知狄公有2个弟子，在长安办过些案子，有些名气。今天算是见识了，一个巧舌如簧，
另一个眉清目秀。卢凌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若是长得丑些，奈儿那一刀直接插到底，再绞上一脚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跟他们费口舌，待我诛杀叛逆，为金吾为兄弟报仇。快去助你师姐！上官奈儿，别打了，她真的是公主之子，你不能一错再错呀！你这书生好烦人，再多嘴，先宰了你！老贼，你过来试试，我苏明有金刚护体。再去！你先退后，我儿替你起贼。陆凌风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死这么多人？金师公，快给他治伤！来，我去来。到那儿。老费，陆凌风就交给你了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忍一忍，敢伤我男人！樱桃，小心暗器！跟我玩暗器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火将！刘星，火将，火将！你们杀我妻女，一个都别想活！
知道啊！鹿角、虎头，莫非是白泽？不对啊，白泽是瑞兽，不该有这种凶狠之相。就是白泽，所谓瑞兽是编来骗人的，此兽为我所养，是我的坐骑。天子喜欢，我就把它放进长安，让他吃个痛快。老费，枪！什么？给我枪！哦。是白泽，这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，待会儿交给我熏成肉干，为我的坐骑。干尸！啊，此为敖天，貌似白泽凶兽也，喜食干肉。老费，快跟我去抬干尸。等会儿啊！喜食干肉啊？那干牛腿行不行？啊，刚在西市买的，本想和大家一块儿品尝的。这个应该也行。老费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。老贾老罗，助我上访！快快！陆凌风，是谁伤了你？可是这个女点军，我看她也没什么本领，莫非用了美人计？莫胡言，
把他绑了，带回去细审。想抓我回去，到那姓李的天子面前请功，做梦！这把横刀是我14岁时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的命是他给的，我现在就还给他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虽罪不可恕，但我有一事要问你：你今日之举，公主可否知情？你永远都别想知道。卢凌风，你能否带我恳请公主，将我葬在洪都院上官昭容的墓旁？若可以，我无虚墓之名，只要一块青石，上书“上官婉儿之女”几个字，我便心满意足。娘，我来了。放我下来，师傅，我们不累。说了放我下来。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。哎，慢点。可知我在想什么？踏落日之余晖，远遁山林。知我者，卢凌风也。哎呀，咱俩毕竟是师兄弟，这些年啊，一起探案，情同手足。有话直说，莫在这儿闲扯。回去面圣之际，绝不能把南山之行的实情全盘托出。敖天的事儿可以讲，李奈儿的身世，一个字儿都不能提。为什么？不能引起天子与公主进一步的对立了，那会导致长安血雨腥风的。苏无名，这种事儿能瞒得住吗？目前看，应该能暂时瞒住吧。待瞒不住的时候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你要我在天子面前妄言，我做不到。那就更好办了。卢参军重伤在身，无法面圣，苏某代劳。我姑且听你的。唉，但有些话，我必须去问公主；有些事情，我必须弄清楚。何必呢？有些事儿糊涂一点最好。糊涂不得。你了解我与他的关系，世俗之人会说，我是与他最近的人，但要离得很远，远到我根本不了解他，仿佛从来都不认识他。希儿，你快过来。呀！大
大冷的天儿，扇什么扇子？退下！公主，您擦擦汗。陆凌风胆大心细，武艺高强，又有苏明在侧，应该安然无恙。什么？苏无名，你再说一遍。是苏明刚才有的地方没说清楚。陛下让你再说一遍。倘若有半句不实，我砍掉你脑袋！那容我从头再禀。公主，公主，寻找白泽的队伍从南山回来了。怎么慌慌张张？李典军和他的向导火精没回来。怎么回事？遇到凶手，死了。那陆凌风呢？陆参军身负重伤，只有苏无名安然无恙，进宫回报天子去了。难怪我梦见我儿，伤在哪儿了？可有性命之忧？详情不知。我儿现在何处？经过大致如此，虽驱赶凶兽敖天至其坠崖，但右金吾将军丁衡、陆氏参军陈和、兵曹参军魏齐、齐曹参军霍攸，皆阵亡。公主府典军李奈儿亦殒命，但已尚无人，皆临危不惧，配合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死战敖天，那场面惊心动魄。更感人肺腑的是，五人齐心合力，个个舍生忘死，那情景，苏明一想起来，就。天子节哀呀！大胆杜明，你只听猎户一家之言，便妄称瑞兽显失已至今日，你该当何罪？臣不敢妄言，只是将猎户所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无名，推断其为白泽者是他呀。杜长史。杜长史，苏明的推断何错之有啊？根本不是白泽，是凶兽敖天，你自己说的。那我问你，终南山归不归雍州府管？这山中有自称白泽山人者，霸占庙宇，豢养凶兽，图财害命，这是何人之责？杜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明君出而白泽现，这是天道。就因凶兽敖天为祸终南，致使白泽虽已降世，而我等却无缘得见瑞兽。但我大唐将士众志成城，杀死敖天后，忽见天开云散，云层放出金光，瑞兽的叫声传来。彼时莺歌燕舞，鹿鸣猿啼，皆似仙乐。我等如沐春风，身心舒畅，就连受了重伤的卢凌风一下子都好了几分。果真如此？你们真的听到瑞兽的叫声？千真万确，那叫声仿若人语，似在诉说着对太平盛世的期待。不仅我听见了，还有赶来救援的雍州府一众人全都听见了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大唐！
功臣，朕的爱将，却因一只凶手而殒命终难。丁衡等四将，尸首何在？暂停放在南山白泽庙。你替朕再去一趟，厚葬四将军于南山。这件事，雍州府一定办好。朕说让你去了吗？陛下息怒，阿银知罪。你何罪之有？你说，苏无名有没有说真话？奴婢不知。他满口胡言。你是说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白泽仙师啊？不，要么是朕的爱将自相残杀，亦或金吾四将还敌不过一个女典军。那怎么可能？那你说的胡说！好厉害的嫡公嫡子，一句真话没有，却挑不出毛病，还能顾起朕的面子。是啊，多可怕呀！若是在不久的将来，他站在敌阵中，便是陛下的心腹大患呐。对待这种人，杀，一绝后患。可他深入中南秘境，带回了白泽的消息，怎么杀？让开！都让开！让开！公主驾到，屋里的人出来迎接。飞鹰郡，本宫相信你的医术，但也知凶兽残忍。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儿可有性命之忧？那当然没有性命之忧，这不正准备给他换药呢吗？公主殿下，卢凌风虽然伤得严重，但有废神医救治，已无大碍。只是正在准备换药，故未能出门迎接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快带本宫去见他。好个上官奈儿，竟以1敌4，一举铲除陆童左膀右臂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只是竟伤了我的继儿，倒也死有余辜啊！李奈儿可是受公主指使，需如实回答，不得隐瞒。我是镇国大长公主，小小不贼官，竟然审讯起我了。公主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李奈儿为了给婉儿报仇，杀了几个人，何错之有啊？诛杀为数人及背逆数人那一夜，我为中郎将，一马当先。故在公主的计划中，我也该死吗？来，为娘给你讲一讲上官婉儿。婉儿襁褓遭难，夜听为家，幼儿聪颖，过目成诵。14岁那年，他来到天后身旁，批答表奏，参决机要，挥汗如流，朝野称奇。
他大我1岁，在陆谋相背冷，月落仅凭虚的皇宫里，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神龙年间，张建之等人逼母亲退位，打着还政礼堂的名义，欲独揽大权。若不是我跟婉儿鼎力相助，我那软弱的哥哥中宗皇帝又如何能坐稳龙椅？再后来为势弄权，婉儿周旋其间，欲持为福典。你可知我早就跟婉儿商定好，里应外合，拥当今太上皇登基。唐龙之夜，我们才是策划者。如今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，不过是攻入皇宫的执行者，却为了争夺权力，令婉儿玉碎金经。人心险恶，胜鬼魅。我也是见识。我将婉儿葬在自家的墓园，随她一起下葬的还有982字的墓志铭。我故意将我的名字刻在上面，为的就是要打她的脸，控诉她酷杀忠臣，让后人知道上苍自有公道。公主，你还没有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回答什么？李奈儿为婉儿报仇，杀的都是当年的刽子手，丁恒就是对婉儿下手之人，他早就该死。回答我的问题，公主府典君李奈儿谋杀金吾卫4将，是不是受您指使？这关系到许多人的性命，当如实回答。你既已无大碍，就好好养伤。我走了。娘，儿想知道真相。傻孩子，若是为娘指使的，你又怎么会受伤呢？那就好。既然不是受您的指使，那我最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，对吗？婉儿担心什么？直说。我大唐经不起折腾了，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。娘，儿恳请母亲远离朝堂，颐养天年。颐养天年。娘老了吗？我的母亲67岁登基，成为华夏第1女皇帝。我为什么不能效仿？天后为了皇位，或逼或害，杀了自己2个儿子，母亲也要效仿吗？我有定论的前世，不要乱说。有时候，前世只是今人讲的故事。那就说眼前的，终南山上虽没有寻到白泽的踪迹，可我们听到了瑞兽的叫声。白泽现世，乃是大唐的吉兆，也预示着当今天子是明君。还请母亲不要违背天意。这也是天子授意的吧？
愚弄百姓也就罢了，想糊弄我。再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做皇帝不比他强？就因为我是女人吗？我生在天下独一无二的皇家，长在天后身旁，耳濡目染，一心想像母亲一样整顿朝堂，造福苍生。天后有识才、重才、爱才之慧眼，哪怕是像上官婉儿这样的罪臣之后，亦能被重用。这样的胸襟，当今天子他有吗？若不能识英才、辨忠奸，久坐帝位，恐毁我大唐。若有一日，我真与他刀兵相见，争的也是大唐之兴亡。我是镇国公主，你可知镇国的含义？卢凌风，你是我的孩子，身上流淌着我的血，届时不管你站在他的队伍还是为娘身旁，心里想的都应是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，方不负镇国二字。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朕梦见许多毒蛇从这些奏折里钻了出来。快把这些陈年的旧奏折搬出去烧了！不可，留在这儿又有什么用呢？上官婉儿带中宗而做的猪皮，有时比朕的治国之策更加无实。难怪他死后，姑姑对我大发雷霆，称其文行哲士，才官交房，亦是社稷之臣。为何会做此梦？难道真是我杀错了人，以致丁衡等死将葬身野兽之口？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朕记得你从小在掖庭，是否见过上官婉儿？8岁起，奴婢曾在上官昭容的墨韵阁演过3年朱砂。他人如何？他常让我们记着，在殿中行走，不能让朱砂沾到袖口，就像为臣者，不能让私心污了社稷。这么说，他是忠臣。他被行情刑后，曾被赏赐安神香，他却不用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心中有愧之人才用迷香，他这残躯正好醒着赎罪。陛下，赤剑粉好了，现在可要服用。朕每日都要喝着赤剑粉才能睡得安稳，难道是心中有愧？阿姨不是这个意思，阿姨说错话了，请陛下恕罪。小香水断，
玩味煽情，铸成冤折，玉碎连城，复斩宋家，今天翻译千年万岁，教化宋氏。崔相，你可知罪？公主，崔某不知犯了何罪。李奈儿是婉儿的养女，你介绍她入公主府的时候，难道不知？不知。以你和婉儿的关系，怎会不知？崔相，我既可以让你做宰相，也可以随时让你成为阶下囚。我当然知道，既然选择追随公主，即便锒铛入狱或是头颅落地，亦无悔。今日，崔某要恭喜公主，寻找白泽的队伍一回到长安，坊间便有了议论，说白泽比试是天象示警，龙以上的人是德不配位，而金吾卫四将死于野兽之口，已沦为了笑柄。看来你不仅知道李奈儿的身份，还知道关于他所有的计划，你就不怕我儿卢凌风在此行之中遭遇不测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杀了你！倘若功败垂成，做敌手的刀下鬼，还不如今日这条命了结在公主的手里，崔某之幸也。说什么功败垂成，丧气！柏林崔氏远过清河，从不会阿谀奉承。公主是大唐最适合君临天下的人，为了那一天，当运筹帷幄，更当坚定果断。即便是至亲阻碍了您的步伐，也必当处置。就这点，请公主多想想天后是怎么做的。杜明身为京师主官，望丞祥瑞有失察之责，御史台就不管吗？熹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后，这杜明已明显投靠了金上，借此机会将其踢出长安，真是妙计呀！我这就去办。